大家好，我是 Klaus。 现实是残酷的，但是只有认清残酷的现实，才能在思想上觉悟。今天的这期视频，通过法律知识和实际案例分析和对比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条人命的价值，有数据，有逻辑，可以作为很好的启蒙教育题材，希望大家广泛传阅。看到最后哦，谢谢。最近中国有一个视频在网络上非常火，中国学者李毅的言论引发争议。疫情，中国14亿人死了4000，就等于没死人。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的逻辑是用数学来计算的，14亿分之4000是接近于0的一个小数。其实像这样的言论在中国不时就会有，而且还都是出自社会上有名有望的人物。之前就有过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中美开战，中国死10亿人，剩下的人也比美国多。可是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是不能当作数学问题来计算的。如果说因为中国有10几亿人，所以死4000人等于没死，假如死者在天有灵，那些人听了会怎么想呢？这种人怎么就能做到嘻嘻哈哈、心安理得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回家之后晚上能睡得着吗？如果说人命的价值是受到数量的影响，那人的生命不就成了商品了吗？数量多的时候就便宜，数量稀少就昂贵。而中国人最多，所以人命就不值钱，就可以被当成数字，甚至可以用计算来归零吗？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太无耻了。连古人都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话又说回来，虽然人的生命无价，我们一定要尊重生命，但是这个社会同时也是现实和残酷的，各种安全事故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搞出人命不可避免，而人死不能复生，事后能做的只能用金钱来弥补对其家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美国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美国最早的关于人命价值的法律定义发生于1978年，是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引用了一名经济学家计算的数据，为当时的100万美金，作为消费者因产品而受到生命伤害后的赔付标准。到了现在，该委员会使用的标准提高到了870万美金。美国不像是中国，什么都是一刀切的原则，各个部门相对独立并相互制衡。环保署的标准是740万美金，而交通部的标准是960万美金。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鉴于有些人会说美国经济发达，消费水平高，所以那就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这很公平了吧？美国人均 GDP 63000美金，中国人均 GDP 1万美金，美国是中国的 6.3 倍， 6.3 差不多和汇率相当，也就是如果对等的话，中国的标准应该是800万人民币。那中国达到这个标准了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律上的标准，也就是最理想在理论层面上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相关说明，对于死者家属能获得以下这些方面的赔偿：医疗费，这个不固定，当场死亡的就没有了；丧葬费，按照当地一般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按照城市标准5000元乘以6 3万元人民币；死亡赔偿金，这个是赔偿项目中最大的一部分，按照当地居民1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超过60岁的每超过1年减1年，75岁以上一律按照5年计算。我们按照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值42000来计算，20年就是84万。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是按照当地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来计算，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8000元，赡养父母最多20年，也是超过60岁的每超过1年减1年，且按照兄弟姐妹的数量均摊，赡养子女最多到18岁。我们用40年计算，相对较长了，乘以28000是112万。还有其他的亲属误工费、交通费等等，不会超过1万元，这些加在一起刚好是200万人民币。当然这是按照城市的标准和相对较高的年限计算的，如果事故发生在农村，那就更少了。同样的，按照上面的公式，最后的结果只有85万。
法律规定的，也就是可以以此作为依据，通过诉讼向责任人提出如此要求。但实际上能不能达到，又是另一回事了。很多赔偿项目可能会被拒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对死者赔偿超过50万的就算多的了，超过100万的几乎没有。比如10几年前发生在东北的一次交通事故，一名大学副教授被公共汽车撞死，法院判定只按照当地生活费标准赔偿10年，当地生活费平均只有500一个月，10年计算下来才赔偿5万多。再加上可能有些事故，法庭会判定为部分责任，所以赔偿金会按照比例缩水。例如，在吉林通化的吉安市，丁某骑摩托车和于家的狗相撞，结果人狗双亡。吉安市人民法院经过3次公开审理后，判决于家赔偿丁家各种经济损失 30%， 即 1.9万余元，而丁家赔偿于家狗价值的 70%， 即 1.4万元。一条人命 1.9万元，稍稍贵过于狗命。另外呢，有些特殊部门或者单位也会有自己的规定，比如根据中国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对每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4万元。在中国，铁路运输业都是国家垄断的，美名曰国企，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拿来对比美国交通部的规定，人命的价格不到美国960万美金的1/1000。对于一般的事故，例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实际的赔偿一般比较少。从以往的实际案例来看，超过20万都算多的。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2010年在湖南省洪江市，车主雇佣无驾驶资历的司机开车，导致4人死亡，事后家属仅索赔1万元，历经1年多依然索赔无门。死者家属求助相关司法和政府部门，至今无果，只有工伤相对多一些。因为一般来讲，企业发生事故对社会影响较大，加上中国从业者的条件相对较差，事故频频发生。面对公众的压力，2004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把工伤死亡赔偿金额提高到了20万元人民币，这也是为了向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更多投资保护劳动者。在此之前，农民工工伤死亡后，家属最多才拿到7万元。中国著名的影视演员王宝强在2003年出演过一部电影叫《盲井》，在大陆被封杀，成为禁片，导演李阳被禁拍3年。该影片根据事实改编，在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有多组犯罪团伙，他们以介绍民工到煤矿工作骗取信任，然后将民工杀死，伪造成矿难事故，之后冒充死者家属领取抚恤金。其中以潘神宝为首的陕西犯罪团伙，在陕西和山西杀害民工27人，诈骗抚恤金52万。另一组犯罪团伙以王五和、郑吉宽、潘家富为首，在江苏、河北、山东一带作案，2年期间杀死110余人，诈骗抚恤金200万。媒体报道称诈骗巨额抚恤金，但是真的是巨额吗？平均算下来，抚恤金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才不到2万元，也就是说一条人命才不到2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人命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世界500强的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2018年的资料，按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全国平均值一次事故死亡赔偿金最高约为15万。新规执行之后，赔偿金有所提高，加上其他项目，最多超过60万元。但即便如此，总体来讲，不管是从法律依据还是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人的一条人命远远达不到人均收入对应的美国标准。我们大致将其定义在10万到100万人民币之间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还可能存在一种可能，美国的实际情况会不会像中国一样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美国人相信生命是无价的，所以对于规定的标准只是其中的一项，只要能拿出合理的依据，赔偿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说国外的天价赔偿，这些还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官方报道。如果要做对比的话，从理论上计算，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人命价值对比是100万人民币比800万美金，也就是1比56。
但是要对比实际案例，一反一正，数字就更惊人了。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通过大陆网友抱怨香港发钱，为什么大陆不发钱？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福利现状及原因。网友 World Citizen 说，大陆人羡慕政府给香港人发钱，而香港人却不在乎。香港人在乎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更高级的东西，可见大陆人和香港人的差距。网友 Jackson M 说，香港民众没钱，中国百姓有钱，仅此而已。正如网友 Betty B Wang 说，中国官方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网友 Born Jason 说，亲身经历父亲的辜负，农村人因无法忍受癌痛又看不起病，上吊自杀。网友金正恩说，统治成本，给你一块馒头就能听话，为什么给你肉？国人奴性不改，只有被欺压的份。网友云淡风轻说，中国人的思维，饿死也不能给国家添乱。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评论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